对越战争中刚开始的3天，我军伤亡惨重，一天伤亡2000多人，很多人难以接受这种结果。有分析称，主要原因是越南人全民皆兵，让我军防不胜防。虽然这个原因是其中一部分，但真正令我军伤亡惨重的是轻敌之心。战争结束后，许世友将军在广州军区召开对越自卫战还击作战庆功大会上曾对这种现象表示，越南全民皆兵，到处都是越南军民袭击，大姑娘、老太太也参与其中。在中国对越反击战中，我军之所以伤亡惨重，离不开轻敌二字。特别是在惩戒越南李隼集团目标时，我军面对越南百姓并未严加防范。两军对抗中，越南的武装力量主要由3部分组成：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民军结合。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中，越南民军自卫队最大编制以营为单位，每个营中人员数量大约有300-400人左右。他们的作战装备比较先进，几乎接近正规军实力。在民军中，以连为单位的青年冲锋队，每个连队人员数量在50-70人不等。虽然他们作战装备大都是半自动步枪，战斗力比较弱，可是在地形掌握及隐蔽上，给我军造成重大损失。越南如此庞大的群众性武装力量，用全民皆兵来形容丝毫不过分。在向越南进军时，我军牢牢遵守军队纪律，对妇女、儿童时刻采取不伤害状态。事实上，很多妇女早已接受越南军事化训练，善于伪装，有的将炸药藏在送水的坛子里，有的将枪支装在衣服里。我军部分战士因疏于防备，遭遇可乘之机，这对我军行进途中造成很大麻烦。据很多老兵回国后曾回忆，大部分士兵都在这上面吃过亏。后来因为解放军警惕起来，开始不让越南平民靠近。最令人难以防范的还是儿童，一些儿童小年纪也被训练得有模有样，经常有孩子装作打闹嬉戏，慢慢向我军开始靠近。面对天真烂漫的孩童，我军自然也不会像警惕成年人那般，只是令人想不到的是，不大的孩子也能够做到突袭我军地步。1979年2月16日，我军在歼灭正面之敌作战任务中，歼灭越军一个加强排级青年冲锋队约59人，缴获大量战备物资。就在我军清扫残余之时，在后方的一处山坡上窜出来一个小女孩，竟然直接向我军投掷手榴弹，万幸没有拉引爆线，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可见越南并不是只有正规军，还有大量民兵。长期的战争使得越南人民自己拿起武器，越南政府对全民军事教育也非常努力，几乎学生和农民都会开枪。可以理解，战争中受伤害最大的就是百姓，所以在战争打响之后，老百姓自然会保护自己和家人。在宋子佩生死28天中，已经婉转指出了战争带来的巨大伤亡代价。越南人的动员力量确实非常强，不过如果不是做着称霸美梦，不断挑衅，相信他们最终不会发展得如此。越南武装力量先后在抗法战争当中打败法国军队，在抗美战争当中打败美国军队，最终在1975年消灭南越。越南军队可以取得这么多胜利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越南的全民皆兵。越南武装力量不仅仅有越南正规军，还有大量越南地方武装和越南民兵武装。越南是那种正规军、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体系，因此在对越反击战当中，我们消灭的敌人既有越南正规军金星第3师和第316师，也有越南地方武装黄连山省直属第192团和第254团，还有越南工厂民兵、农村民兵，甚至是武装公安部队。越南全民皆兵战术在抗法战争当中最突出的就是奠边府大战，因为通向战场根本没有道路，甚至没有小路，
越南组织上万民兵紧急修路，随后又组织2万辆自行车担任军事运输任务，平均一辆自行车可以负担80至100公斤物资。在整个奠边府大战，越南一共动员26万民兵和民工参战，将越军炮兵团、高射炮团以及大批武器弹药及时运输到最前线。同时，越南地方部队开始对奠边府周围法军和伪军小据点展开清除行动，彻底孤立奠边府法军。越南民兵和民工将105毫米榴弹炮和炮弹通过险峻热带山区送到战场上，让法军直接心理崩溃。当战斗打响以后，法军司令纳瓦尔表示，法军遭到难以想象的现代化炮兵打击下的强力进攻，法军阵地遭到分割，敌人还用重炮和高射炮封锁机场，法军形势逐渐陷入危局。在抗美战争当中，大批越南地方部队进入越南南方展开大规模游击战，同时越南在各个乡镇建立游击队，要求每一个村子都要有2至7个游击队小组。在1961年至1963年，越南游击队仅仅是在新平、俄义、霍门3个县就修建43个大型战斗掩体、3515个小型战斗掩体和4887条地道，甚至还在西贡发展当地服务员、女招待和出租司机组成的别动队。在1962年9个月时间，就在西贡街头暗杀23名美国军事顾问。特别是在1964年4月30日，越南第65别动队成员阮飞雄和林山脑秘密携带2枚40公斤炸弹进入西贡码头，将炸弹安装在美军卡德号护航航母底部。最终在5月2日，定时炸弹被引爆，美军卡德号护航航母坐沉在西贡码头。在我军伤亡惨重时，许世友将军很短时间做出战略调整，采取反向而攻策略，用很短时间将越军精锐力量打回亮山。当时越军精锐部队越南第3师被派往亮山，防范我军进攻，镇守战略关要。许世友上将率领的55师集中9个兵团，300多门火炮对亮山以北进行火力集中袭击，与越南精锐部队较量。显然双方火力全拼，当时我军炮火距离越军阵地只有500米，可见双方战况十分激烈。作为重要地理位置，亮山争夺对中越两军来说至关重要。作为最后一道天险，只有将这里拿下，才能够顺利到达越南河内，让越南政府后怕。越南北部多山地，而亮山以南多是平原，只要穿过亮山，我军就可以长驱直入，拿下这里，也就等于直接逼迫越南政府主动投降。在反向而攻策略调整后，越南残军败将开始退守亮山，以周围山地遮掩为防御。许世友分析，亮山北面地势险峻，两面都是高地，很可能会在穿越过程中遭到敌军两头围堵。为克服这一困难，许世友下令军队先控制外围高地，将亮山据点的多处敌军基地全部清除，然后沿公路向前延伸，对敌军发动总攻。然而出乎意外的是，天空下起了雨，导致我军看不清路线。为避免误撞越军火力网，许世友再次命令坦克炮兵开路，为步兵指引方向。这一抉择逐渐扭转我军劣势，并在短时间内集中火力，将亮山外围越军势力全部肃清。此时越南政府焦急万分，他们深知此处一旦失守，河内将会完全暴露在解放军火力下。值得注意的是，越军此次背水一战，除了利用妇女和儿童引诱我军战士放松警惕，射杀善良的战士们后，还使用国际社会禁用的化学武器释放毒气弹，这对我军来说无疑致命。此次许世友率领的8万人多来自7个师，他们分别有第55军、54军162师、43军和50军148师等部队。这几支部队都是鼎鼎有名的王牌军。我军大多数人并未准备防毒面罩及相关防御措施，
大部分士兵出现集体中毒甚至死亡现象。越南军队毫无理性，为了胜利不顾人性，不择手段。本来许世友将军因越南军队利用妇女、儿童做挡箭牌就非常生气，如今竟然还敢使用化学武器。既然敌人不仁，就休怪我们无义。许世友直接命令炮兵猛攻亮山，炮火遍及之处，一条漏网之鱼都不准留。许世友说的话很重，这也说明我军要动真格的了。30分钟时间内，数万发炮弹整装待发，同时对亮山发起进攻，顿时周遭一片火海，猛烈程度空前绝后。顷刻间，凉山市区成为人间地狱，谁也不愿意在这里多待1秒钟。越南士兵更是在炮火中死伤无数，越南的军队还来不及还击，就先后不顾一切着急后退。事实上，早在发动炮火袭击之前，亮山内百姓就已经疏散，这也是我军为什么不够一切发动炮火的原因。此次亮山新政府大楼被攻陷之后，我军在新政府大楼上升起国旗，本以为按照计划，也算是给越南政府以警告。没想到的是，越南政府竟公然在国际上发布声明，指出虽然解放军实施大规模轰炸，但亮山如今还掌握在越南政府手中。原来亮山有2个市区，一个是老政府，一个是新政府大楼。面对越南政府冥顽不灵，看来只有打到他们心服口服，才会让其低头认错。许世友向中央军委请示，希望能够一路南下，将南边市区给打下来，这样才能够给越南政府一个警告，让他们乖乖闭嘴。经过中央军委慎重研究，认为我军目前胜利并没有起到震慑作用，需要继续南下，等待掌握亮山全境，再商定下一步计划。值得注意的是，在越南人撤退后，将连接亮山与河内的琼奇河桥梁给炸毁。或许越南军队以为我军没有渡河作战能力，所以才会有恃无恐。彼时，许世友下令由43军、55军打过琼奇河，粉碎越南政府阴谋。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助。我军强渡琼奇河时，天降大雾，能见度很低。为了保护我军部队安全渡河，在100余门火炮的掩护下，我军轻松渡河成功，并迅速开辟登陆战场，以接应后方部队。随着我军势如破竹攻势，越南军队没撑多久就迅速逃窜。很快，亮山老城区被解放军占领，曾经猖狂的敌军也全军覆没。此时，越南政府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解放军会乘胜追击，在数天内到达河内城下。然而，他们想错了，中国政府并无侵略之意，我们只是想要警告越南当局，不要做称霸美梦。与此同时，在全面控制亮山之后，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发出声明，称中国已经将越南侵略者赶回国内，惩罚目的已经达到，实施撤军计划。此次对越自卫反击，我国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伤亡也是极大的。本以为越南会收到警告，殊不知他们又开始在国际社会兴风作浪，称是中国撤军是自己军队包装效果。是可忍孰不可忍，既然越南人如此傲慢，那么就不要怪中国手下不留情。在按照计划撤兵之前，许世友将军下令，凡是路过的所有地方不能再出现工业设施。显然这下越南偷鸡不成蚀把米。此次对越自卫反击战从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耗时差不多1个月时间。我军一共伤亡人数约 2.7 万人，其中牺牲人数大约6000多人。而越军方面，据统计死伤约6万人，还有部分民兵死伤约5万人，合计超过11万人。由于越南全民皆兵，真正的死亡数字显然要大于这些。此次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为我国营造了一个稳定的内外环境。事实上，此次不仅是保家卫国的战争，更是避免中国被苏越夹击，有利于保证中国地缘政治稳定。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我军摧毁越南北部工业矿，炸毁导弹基地3个，
机场3个，导弹发射器2个，摧毁越南北部大量军事、政治、经济基础设施。在战役结束后，许世友将军也对该战役作出总结，认为从小的层面讲，锻炼出大批骨干，为我军加强军事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未来几十年不愁没有骨干。虽然越南有部分民军向我军扔手榴弹，但不可忽视的是，也有很多越南人对我军十分友好。战争虽然是复杂的，但是只有全面认识战争，才不会遮蔽双眼。